接下来就是装卦。装卦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，实际上大家没有必要经历这个过程，我都已经把它装好了，放在表格上面了。所以说你们不要学装卦。装卦怎么装呢？装卦就是全副武装本卦和支卦。我们说过，本卦也好，支卦也好，它都有6个爻，我们为它装上干支。这个6个爻啊，就好比是一组战士，你必须给它装备干支，就是你要给他配备武器，他才能出去打仗。这就是装备干支的道理。你要给他装备上干支，他才有办法出去战卦，才有办法出去给你去作战。为本卦、支卦、诸爻装备干支，给本卦、支卦、诸爻标明五行属性，对不对？你寻功呢，找到功呢，就可以给他标上五行属性了。这就是装卦。第一步是给他装备干支，第二步是标明五行属性。据本卦、支卦、诸爻之五行，标明其六亲，这就开始有新的内容了啊，很复杂。刚才说了，这个6爻要配上干支，这第一步。干支是他们的武器，六亲是什么？六亲是他们的身份，就是本卦和支卦、诸爻每一爻除了有武器之外，还得有身份。比如说他是营长，他是团长，他是战士。六亲就是本卦、诸爻的身份。据本卦和支卦、诸爻之五行，标明其六亲啊。六亲是什么？六亲就是我和父母、兄弟、子孙、妻财、官鬼。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六亲就是父母、子孙、兄弟、妻财、官鬼，只有5个六亲，还有一个在哪里？就是我呀。生我的就是我的父母，跟我同辈的、跟我一样的就是我的兄弟，我生的就是子孙，我克的就是妻财，克我的就是官鬼。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？官鬼就是我的上级，就是我的上级领导；妻财就是我的妻子，我的财产。就是我们除了给本卦、诸爻装备干支之外，还要给他指定一个身份，他是有身份的，他出去作战是有身份的。然后呢，为本卦6爻配备6灵兽。6灵兽是什么呢？6灵兽就是每一个爻它都得有坐骑。你看哈，古人给这个6爻啊武装到牙齿啊，除了配备武器，还要给他一个身份，还要给他配备坐骑。这就是出去作战，战备嘛，出去作战要装备所有的这些东西。这就是装卦啊。战备7件事的第一步是计时，第二步是寻功，计时和寻功都比较简单。第3步就是装卦。装卦刚才说了，除了装备干支，还要标明它的五行属性，还要装备六亲，还要装备6灵兽。战备7件事，我们起了卦了吧？有本卦有支卦了吧？有本卦有支卦了，接下来就是这一组战士有了，他得出去打仗了。首先要给他装备干支，装备干支怎么装？表上就有了，找这个表就可以找到了。他第一个是装备干支，第二个呢，标明五行属性。怎么标明五行属性？寻功寻到了，它的五行属性不就知道了吗？比如说山水门，刚才说了，它就离火啊。山水门这个卦，它就属于离火，它就是火，它的五行属性就是火。然后呢，根据本卦、支卦、诸爻之五行，标明其六亲。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细讲，现在不要着急。总而言之，装卦要装备3样东西，一个是干支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六亲，一个是6灵兽。干支就是武器，六亲就是他的身份。每一个战士，他是排长，他是班长，他是机枪手，他是迫击炮手，你得给他分配好了。最后就配上6灵兽。6灵兽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坐骑。我们等一下会讲到6灵兽是什么，为什么纳甲必须配备6灵兽。那6灵兽刚才说的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。那为什么它在这里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？这个东西是不是封建迷信？很多人一说到6灵，说到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，哎呀，这个封建迷信，这个是看风水的封建迷信。这个如果是封建迷信，那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就是非常可悲了。就是大家记住，装卦就是装3样东西，一个是干支，干支在易云的第2本书的最后几页上面全标得很清楚了。装干支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，我们不需要这个过程，没有必要重复这个过程，复杂我一个人当就行了。就是大家根据那个表找出来每一个爻的干支，然后呢就是六亲，然后就是6灵兽。装卦本集繁琐而冗长，细读易云可知哈。你读了易云就知道装卦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。精淡走捷径，我们今天就直接走捷径，那个过程完全没必要去走。
乾宫八卦48爻表等8表，即可为本卦6爻装6亲干支与五行。根据那个表，不仅可以把干支装上，也可以把6亲装上，也可以把五行装上。你看乾宫，你如果占到的卦是乾卦，你的本卦如果是乾卦，你看乾宫的乾卦，你看它子孙甲子水，有6亲，也有干支，也有五行，都给你配备清楚了。乾宫初爻是子孙甲子水，2爻是七财甲寅木，都有了。64卦为本卦时，其384爻之6亲干支和五行皆固定不变。当你占卦，你占到一个本卦的时候，你本卦出来的时候，你直接翻开易云的第2本书，翻到最后几页，直接把那个干支、五行和6亲抄进去就可以了。这是一定要先起卦，起卦之后，接下来是什么事呢？接下来就是战备7件事。第一件事就计时，然后寻宫，然后就装卦。装卦就翻开易云的第2本，直接就装。上个礼拜我们新的同修都学会起卦了，都起了一个卦，有的甚至还不止起一个。就是如果我们不用那甲战法，比如说我们用大眼战法，这是最古老的战法，在西周的时候非常盛行的。就是你有了这2个卦，你有了本卦和支卦，就可以来推导吉凶，就可以来通过卦爻辞来判断吉凶。但是呢，纳甲它更精细，就是你用大眼，你有了这2个卦，用大眼就可以对吉凶会有一个判断。但是呢，纳甲它更精细，所以说光起卦是不够的，它一定要完成战备诸事，战备的7件事。第一件事是计时，你要把月见日辰记下来。第2件事情是要寻宫，你要确定这个本卦和支卦它所在的宫。第3个你要装卦，你得到了本卦和支卦这6爻，本卦6爻和支卦6爻，就像一组战士，你要为它配备各种各样的兵器，你要为它配备坐骑，你还要标明它的身份。这就是装卦，装卦就是要全副武装本卦和支卦。新同修看到这里，看到又是6亲，又是6灵寿，就懵了。其实学艺啊，你经常会有闷的时候，在前进过程当中，经常会有闷的时候，不要去停留，走过去回头再看的时候，一些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说看到6亲，大家觉得闷，不要闷；看到6灵寿也不要闷。总而言之，6亲是每一个爻它都有一个6亲，就好比说这批战士是吧？他有班长、有排长、有机枪手、有炮手等等，就身份不一样。然后6灵寿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给这些战士配备一个坐骑，打仗嘛得有个坐骑。然后干支是他的武器，五行属性是跟干支配在一起的。比如说他有个干支，那么他自然就有一个五行的归属。这个是装卦，装卦本集繁琐而冗长，细读易云可知。就是你们要知道装卦的整个过程，去读书，去读易云。但是呢，这个在实际过程当中，我们起了卦用不着那么麻烦，要从头装到尾，没有必要。就是精淡走捷径，就是根据乾宫八卦、正宫八卦、空宫八卦等等这个48爻表等8个表，即可为本卦6爻装6亲干支和五行。就是第2本书的最后几页，就是每一个卦它都有6亲干支五行，每一个卦都有，都是固定不变的，但是在支卦的时候会有变化。这就是乾宫八卦48爻表，就是你得到了一个卦是乾卦，那么它的初爻、2爻、3爻、4爻、5爻、上爻，它都有一个6亲，都有一个干支，都有一个五行，都配对好了，这个是不会变的，这个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变的。但是在支卦它会有变化，我们等一下再讲，不着急。就是在本卦你起到卦了，比如说我起到这个卦，起到这个随卦之既济卦，随卦就可以在这个表上找到它的6亲、它的干支、它的五行，这个很简单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6亲。我们讲6亲到底什么是6亲？6亲适合看一图一表，就看这张图。6亲有父母、有兄弟、有子孙、妻财和官贵，这不是5亲吗？怎么6亲呢？还有一个我，
那么生我的就叫父母，是吧？这个很好理解，生我的就叫父母，跟我一样的，跟我平辈的就叫兄弟，我生的叫子孙。那么我克的就叫妻财，妻财为什么是我克的？就妻财，过去妻财，妻子也好，财产也好，都隶属于男人，所以说妻财是我克的，官鬼是克我的。官鬼代表什么？官鬼代表上官，就我的领导，我的上级，也代表什么？也代表病痛啊、灾难啊等等，这些东西都会克人。就是克我者是官鬼，我克者是妻财，我生者是子孙，同我者是兄弟，生我者是父母，就是这么一种关系。他们之间有生克关系，他们之间的生克关系跟五行很相似。比如说父母是土，父母这个五行是土。比如说父母这个五行不一定是土，它可以是任何一个五行。父母这个五行是土，他生兄弟，那兄弟五行是什么？金。然后呢，兄弟生子孙，子孙的五行是什么？水，是吧？然后妻财呢？木。官鬼呢？就火。很简单。那如果换一种方式，父母变成木，然后呢，兄弟呢？兄弟就是木生什么？木生火，然后呢，火生呢？生土。土生呢金，金生水，然后水又生木，就是这么一种关系。然后呢，父母是克子孙的，木是克土的，子孙土是克水的，就是子孙就克官鬼了。就是六亲之间的相互关系跟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六亲它的五行是随时可以变化的，不是说父母一定是木，父母可以是任何一个五行，对不对？只要父母这个五行定下来了，其他五行是不是都定下来了？同理，这个六亲当中的任何一亲，官鬼定下来了，官鬼是水，那其他的是不是都定下来了？大家明白吗？这是六亲，克也是这样，父母克子孙，子孙克官鬼，官鬼克兄弟，然后兄弟克妻财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要六亲？为什么我们大甲占卦需要引入六亲这种概念？因为呢，影响一人者是与其密切关联者及其六亲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在社会上他的成就也好，他的际遇也好，是不是跟他的六亲关系最密切？六亲之外有没有对他有影响的？有吗？几乎都在这里面了。你看，父母上官，上官也代表凶灾，兄弟也代表朋友，朋友同学都在兄弟这里面，同事也是兄弟，子孙就代表自己的孩子、自己的部下，妻子就代表自己的妻子、自己的财产，子孙也代表自己赚钱的能力。就是你的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就也好，他的际遇也好，通通跟什么呢？都是跟他的六亲相关联的。就是一个人六亲的强弱，直接影响到他的这个状态。现实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为什么说纳甲它跟现实是丝丝入扣的，它是非常密切的关联在一起的。那么影响一件事情呢，我们没有过这样的体会。刚才说的判断一个人的际遇，判断一个人的成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跟他六亲有关系。像今天这个社会，他爹他娘有钱，那他是不是在社会上就混得开啊？很显然的道理。那么事情呢，我们没有想过这个事儿。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，比如说某个人的婚姻，它一定是由几件事情共同决定的。这几件事情就是这件事的六亲。想象一下，影响一事者，本卦之一爻。比如说我们提出来本卦，提出来一个卦是本卦，我们总有一个爻是代表你要站稳的这件事儿。比如说我起卦起出来，这是本卦，我要站稳我的仕途，那一定在这六爻当中有一个爻是代表你的仕途。那这个仕途旺不旺呢？就看这个爻旺不旺。那它旺不旺是由谁决定的呢？除了由月见日辰之外，还有很多爻决定的。就影响一事者，本卦之一爻是与其密切关联者，就是他爻，他爻就是他的六亲。能不能理解？就是一件事情影响这件事情的最终走向和结局的，就是他的六亲，没有别的。主要的影响的因素，99%的影响的因素都在他的六亲里面。比如说六亲里面，比如说这个爻是官鬼爻，官鬼爻代表他的仕途啊。如果他很旺，妻财爻又生他，子孙爻又生妻财，哇，这个官鬼太旺了，就是他仕途就非常的一帆风顺，几乎没有任何障碍。财运也是这样，你断你的财运，这边是一个财，某个爻是代表财，财运都是生他的，其他诸爻都是生他的，都是对他有利的，跟他合的啊，没有克他的。
那这个爻就是你的财运，看，哎，就非常好。就是一个人的财运是由他的财运这件事情的他的六亲决定的，一个人的成就是由他的六亲、他的爸爸妈妈、他的老婆、他的部下等等决定的。那么一件事情的最后的结局也是由他的六亲决定的。就是纳甲战法以人与人之关系模拟事与事之关系。人与人之关系很简单，我们每天都处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，我们很清楚。那事与事同样是这样啊，一件事情它的关联因素就是它的六亲。你要想知道这件事情如何，你要首先把它的关联因素怎么样，你要搞清楚。你捋顺了这个关联因素，它的结局你自然就很清楚了。这是六亲，为什么要用六亲？所以说我们老祖宗他这个脑子很好用啊，实在是有智慧。然后呢，支卦怎么装？上节课我们已经知道了，本卦起出来怎么样装配六亲干支五行六灵兽。六灵兽还没有讲到，就是六亲干支和五行，你们都已经抄过了吧？都抄到表上了吧？有没有把那个表格带来啊？就是你得到了本卦了，自然而然你在《易云》这本书的第2本的最后几页，你就可以找到每一个卦的每一个爻的六亲干支和五行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这个很清楚了。那么64卦为本卦时，其384爻之六亲干支和五行固定不变，这是固定不变的，就是在本卦的时候它是固定不变的。我们两个卦，一个本卦，一个支卦。本卦代表什么？代表本来的状态，支卦代表之后的状态。一个本卦，一个支卦。本卦和支卦怎么变，大家都清楚了哈。本卦代表本来的状态，支卦代表之后的状态，就是这件事情是从这里起步向那里变化。就是64卦为本卦时，总共384爻的六亲干支和五行是固定不变的。64卦为支卦时，其384爻之干支五行也是固定不变的，就是六亲不一样，就是他的武器、他的战马都没有变，但是他的身份变了。身份你必须跟本卦统一起来，要不然没法断。它必须要跟本卦统一起来，怎么统一呢？支卦之六亲如何定？据本卦五行而定。你看这里，若支卦是山水门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支卦是山水门，本卦是乾卦，支卦是门卦，其五行属金。乾卦的五行是不是属金？乾卦的五行属金，那么金在这个地方，乾卦的本卦的五行就是我。你看初爻，这是山水门的最初的那种状态。山水门它作为本卦的时候，它是这种状态。初爻是父母戊寅木，那么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它的金是我呀，所以这个父母跟金是什么关系啊？这木跟金是什么关系啊？是我克者，我是金，是我克的木，我克的木，那木是不是为七财？我克的就为七财。所以说，在本卦是乾卦，支卦是门卦当中，门卦的初爻的六亲不能是父母，而应该变成七财。有没有人不理解？就是说本卦支卦的六亲跟本卦必须对应起来。总之一句话，若本卦中五行为木者是父母，支卦中五行为木者定是父母，其余类推。能不能明白？其实很简单，不要搞那么多。就是本卦的六亲和支卦的六亲，它必须统一起来。本卦那个木的那个五行，它是父母，支卦一定也是父母。本卦木的五行是七财，支卦一定也是七财，必须跟本卦统一。搞清楚没有？搞清楚了，怎么搞清楚？你们就自己训练一次，在自己的卦上操练一次。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说吗？本卦出来了，然后支卦先不要抄六亲，先把五行干支先抄下来，然后六亲待定。六亲就是根据本卦的六亲来定，这样才能断卦。然后接下来讲六灵兽。六灵兽是什么呢？六灵兽就是青龙、朱雀、勾陈、腾蛇、白虎、玄武，就是这个六灵兽。青龙它是这样子的哈，青龙在这里，这里是青龙，这里是朱雀，这里是勾陈和腾蛇，然后这里是白虎，这里是玄武，它的顺序是固定的。就是青龙到朱雀，朱雀到勾陈，勾陈到腾蛇，腾蛇到白虎，白虎到玄武，它的顺序是不变的。就是青龙是东方七宿，青龙就是东方七宿。你看，脚看低房心尾鸡，这就是东方七宿，看上去就像一条龙，
因为东方所以说它是青色的，叫青龙。这个是东方七宿，这个就是我们头顶上的我们周天的28星宿。28星宿的东方就是角看堤防星尾鸡，这就是青龙。朱雀呢？朱雀在这里，朱雀是锦轨柳星张翼轸。读过那个《滕王阁序》没有啊？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。那个翼轸就在这个地方，一个是翼，一个是轸，就是南昌。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嘛。南昌这个地方，它就在这个位置啊，所以说它叫星分翼轸，就是它把翼轸两颗星分到两边，它在中间。南昌那个地方就在这里，就在这个下面。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的翼轸就在这里。这是朱雀啊，朱雀是南方七宿，白虎是西方七宿，白虎在这里。夔楼未卯必之申，夔楼未卯必之申。玄武是北方七宿，斗牛履虚微士弼。履就是织女星，牛就是牛郎星。斗牛，苏东坡那个前次必赋，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，有没有？还记得吗？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，就斗在这里，牛在这里，月亮在这里徘徊，斗牛就在我们头上，头顶上，这些星都在我们头顶上，就是周天28星宿以及它中间的这个勾陈。勾陈是中央三元，中央在我们的头顶上，最头顶上是中央三元，包括紫微垣、太微垣和天市垣，它是一个星群啊，它非常多的星，它中间的紫微垣有6颗星，最亮的一颗是北极星，北极星在这里，这个是北斗七星，北斗七星啊，北斗七星这2颗，一个是天枢，一个天璇，连线向前面延长，这个连线如果是 A。延长就是5倍，延长5A 就是北极星，这也是固定不变的。这个叫韶，这个叫丙。北斗七星的韶、丙，它也叫夔和标，标就是丙。丙在北，像这种情况在北的时候是什么季节？北斗七星是旋转的哦，北斗星是旋转的哦。丙向北的时候就是冬天，丙向东的时候呢就是春天，丙向南的时候呢？夏天，丙向西的时候就是秋天，这就是北斗七星。北斗七星它就是勾陈，勾陈就是北斗七星。然后腾蛇是什么呢？腾蛇是勾陈的附属，叫做直附勾陈，游巡于前，是勾陈的助理。腾蛇是勾陈的助理，是一颗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一颗小星。这就是周天28星宿，连加上中天的天体，对于我们的人和事它都会产生影响。你看我们月很重要，月就是月亮，日就是太阳，月日对于我们的事情有非常重大的决定性作用。然后呢，周天28星宿，所有的这些星体对于我们的事情，对于我们的人也都是有影响的。所以纳甲战法它是一个全息的战法，全息就是它考虑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全面。六灵兽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之说从哪里来？它从张衡的《临县》这本书。张衡不仅是一个地理学家，他发明了地动仪，他是一个大天文学家，他还是一个大数学家、大物理学家，他还是一个大诗人、大词赋的作者，赋写的特别好。张衡，所以非常有才的一个人。联合国天文组织命名月球背面一个环形山为张衡环形山，太阳系中的第180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张衡星，所以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他的书叫做《临县》，这本书当中提到的这么一句话，叫做“苍龙连拳于左，白虎猛踞于右，朱雀奋翼于前，灵龟圈首于后”。就是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这种提法，首提的是张衡，非常形象。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怎么样为本卦六爻配备六灵兽？就是根据日辰的天干，日辰天干为甲乙的，你看日辰天干为甲乙的这个日干啊，日的天干啊，如果是甲乙的，那么初爻就是青龙，然后朱雀、勾陈、腾蛇、白虎、玄武，这个顺序不会变。如果是你的日辰是丙和丁，那么就是从朱雀开始，从这个第二段开始，朱雀、勾陈、腾蛇、白虎、玄武、青龙。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根据我们占卦当天的日辰，根据日辰里面的天干来决定怎么样给六爻配备六灵兽。这是六灵兽。
本卦六爻为何要配备六灵兽？我刚才说过了，人生天地间，非为地球人。就在我们的老祖宗，在2、3千年前，我们的老祖宗就认为，我们不单单是地球人，我们还是宇宙人。人生天地间，非为地球人，亦为宇宙人。人既为宇宙人，则其人其事之生成与变化，岂能不受天体位置运动之影响？我们习惯于用你出生的那个时候，这个四柱八字嘛，用你出生的那个时辰、年月日时来规划，或者说来分析一个人一生的命运。那实际上我们要问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件事情，都跟日月以及周天的诸星体有密切的这种关联。等一下大家还会看到，可能下一节课还会看到，我们不仅仅有考虑到月的影响、日的影响，考虑到周天诸星体的影响，我们甚至考虑到宇宙时空当中，宇宙时空，什么叫宇宙时空？比如说现在这个房间、这个空间，在这个时间，这就叫时空啊。在每一个不同的时空，一定存在着一种能量。我们讲风水，风水就是这个道理嘛。风水就是宇宙时空当中存在的一种能量。这种能量，我们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叫星煞。我们还要考虑星煞，就是在这个时空，它就是存在着这个能量。那对你可能是很好的影响，也有可能对别人是不好的影响。所以说娜甲考虑的非常周全。六灵兽者，就是周天28宿、北极星、诸天体施于人世之影响，就是周天的星体，除了月日，月日最重要，月亮和太阳非常重要，然后周天这个星体，同样对于我们的事情，对于我们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发展，它都构成了一个干预，它会干预你这个事情的发生发展。